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粽子的包法有很多种，但是呢，我最喜欢这几种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正面、反面，我一般都是反面贴反面，这样你包出来的粽子它都是正面，特别的好看。从中间折一下，你这样折好一个漏斗，它上面的叶子也是差不多一样齐的，这样就可以包入米粒了。这个粽型特别适合包豆粽或者是枣粽，包进去的米粒抖一下，这样更加紧实。稍微按压，侧边我一般都会折进去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减少漏米的情况。覆盖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托住下面，右手覆盖折两边，两只手稍微配合一下，这样两个角就出来了。多余的叶子往右侧折，这样第三个角就出来了，上面是呈三角形的。捏形的时候，拇指、食指在上面，另外三个在下面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拖散开。绕棉绳的时候，拇指压住绳头，另外一只手给它绕，一边绕一边拉紧，绕到5-6圈就差不多了。你剩下的绳头可以像这样子绕进去，或者是给它两头打个结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小巧四角粽就搞定啦。双叶如果觉得难，那就来单叶的。叶尖的部分我们折2次，就会形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叶片是朝着自己的，放入糯米粒。这个粽叶一定要挑选细长宽的，包出来才会好看。折叶的时候两侧同样是往里面收，这样也可以减少漏米的情况。覆盖的时候两边手是一定要配合的，左手捏住两侧边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就可以整理一下粽叶，多余的粽叶往右侧折，这样的话呢，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四角粽就搞定了。绕绳线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，用拇指压住绳头，另外两侧给它绕，这个你可以绕2圈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是可以多包一点馅料的，像蛋黄粽、肉粽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粽型，也是非常简单吧。想要包更多馅料，那肯定就是枕头粽。2片叶尖稍微对折一点，往自己的方向折过去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这种长形的，是可以包很多馅料的。包的时候我们的手一定要给它托住，里面放入米粒，再加点咸蛋黄、五花肉、酱肉，或者是各种泡好的海鲜、脱皮芋豆都可以，各种馅料非常丰富。你可以给它稍微压紧实，盖叶片就和我们上一个是差不多的。覆盖进去的时候两只手要配合，角一定要收进去，避免漏米，像这样子对折一下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这2个角一定要收拢，避免米粒露出来。接着的话呢，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多余的叶子往右侧折，往左侧折，看你的手法都可以的。就是一个加长版的四角粽，你想要多长你就多包一点馅料，捏的时候你一定要卡在这个中心点哦，不然会散开。然后绕绳的时候一样的，我们压住一个绳头，右手就给它绕个3-4圈都可以，这个就是枕头粽的形状。你绕的越多它就越紧实，绕的时候你一定要稍微用点力。收尾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包粽子，我建议2个绳头给它打个结，死结是最好的，你这样吃的时候用剪刀剪开也是很方便，这样煮的过程中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散开了。我们的枕头粽也搞定了。最后一个粽型是我的家乡粽型，从叶尖绕2圈，你可以看一下像牛角，但其实它有一点像冰淇淋桶。我们给它手握一下，里面放入糯米粒的时候一定要准备一根筷子，下面的细角尖给它捣鼓捣鼓，这样下面才有米粒，也能够更加紧实。一般这种是以湖南和湖北比较常见，都是清水粽。上面压紧实以后不要超过这个三角线，然后对折两侧收进去，覆盖。盖叶片的动作都基本上差不多，一定是要给它收折边，然后形成一个三角的。你多余的叶子往左边也行，往右边折也行，你只要给它折过去有一个形角就可以了，上面也是三角形哦。家里老人们还会给它做一个帽檐，真的是很好看的那种，但是我不会做。最后绕紧绳，我们的牛角粽也就搞定啦。我觉得叫它冰淇淋粽更加好听诶，而且这个形状也很像。粽子包法选择自己喜欢的，觉得容易上手的就可以啦，只要学会包一种就可以搞定了。你喜欢哪一种呢？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试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关注我哦，我是夏妈，下次再见。